嗨，大家好。此前给大家介绍了新疆历史的视频，那么今天我们来说一下西藏。西藏自治区位于整个中国版图的西南部，面积达到了122.84万平方公里，约占中国总面积的1/8，并与缅甸、印度、不丹、锡金、尼泊尔等国接壤。国境线长达3842公里，成为面积仅次于新疆的第二大省级行政区。那么相比于新疆，西藏在历史上跟中原王朝的关系又是怎样的？到了近代，西藏与中央政府的纠葛又是怎么回事？那么今天我们就来介绍一下。西藏广义上涵盖了整个藏区，既包括了现今四川和青海等地，但相比于新疆而言，西藏与中原王朝建立联系，甚至纳入版图，可是要晚得多得多。如图所示，这是在公元前60年，汉宣帝在位时，汉朝在西域建立西域都护府，正式将新疆纳入华夏版图。而此时我们看到，位于大汉西南侧的整个藏区仍处于未开发的阴影区域。原因很简单，青藏高原平均海拔达4000米以上，被称为世界屋脊，而在2000多年前自然也是人迹罕至，因此整个藏区在当时也只不过生活着数量极少的古羌人部落，比如唐毛和发羌等等，他们也成为现代藏人的祖先。而由于这些古羌人没有文字，因此他们的生活轨迹、世袭罔替也就无从考证。于是你就会看到，在中原王朝此后历经了三国两晋南北朝、隋朝重新完成大一统这几百年时间里，这里仍然处于灰色的荒蛮时期。到了唐代，这些古羌族的部落逐渐形成了12个小邦，而其中位于西藏东南部山南地区雅龙河谷的一个羌人部落逐渐做大，不但统一了其余诸邦，而后还建立了赫赫有名的王朝，那就是吐蕃帝国。提到吐蕃王朝，大家第一个想到的恐怕就是松赞干布了。没错，松赞干布在西藏的历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刚才提到了居住在西藏地区的古羌人乃至后来的吐蕃人，苦于没有文字，所以他们那几百年的历史一直都没能流传下来。直到松赞干布做了吐蕃国王后，他创造了藏文。藏文是松赞干布派遣藏族语言学家到北印度学习了梵文后，以西坛体梵文字母所创制的。藏文的出现也使得在整个藏汉语系诸语中，藏文所书写的文献的数量和丰富程度仅次于汉文，尤其是佛教典籍。其次，藏传佛教和布达拉宫。大唐文成公主和吐蕃和亲，这个大家在历史课本中应该都学过。当时唐太宗选了一位唐氏远支宗室女，嫁给了吐蕃国王松赞干布。不过在与唐朝和亲之前，松赞干布还迎娶了另一位公主，那就是尼泊尔的尺尊公主。这位尺尊公主可是正儿八经尼泊尔塔库里王朝光纣王的女儿。松赞干布还特意为两位公主所携带的佛像分别修建了大昭寺和小昭寺。佛教也正是这一时期由两地传入藏区，逐渐形成了后来的藏传佛教。除了修建佛寺之外，松赞干布还为两位公主在马布日山上修建了一座宫殿，并用佛经中菩萨的驻地布达拉来为宫殿命名，这就是举世闻名的布达拉宫。因此从藏文到藏传佛教再到布达拉宫，这一切均系于吐蕃松赞干布在位时期，因此松赞干布在西藏的历史上的确是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不过随着松赞干布的去世，吐蕃与唐王朝的蜜月期也走到了尽头，多次在边境地区摩擦不断。不过碍于盛世大唐的综合实力，始终讨不到便宜。直到公元755年安史之乱爆发，吐蕃趁乱3次侵袭长安，其中一次还将长安城攻破，自此盛唐不再。紧接着吐蕃在公元766年将河西走廊截断，让西域与关中彻底失去联系。公元808年，孤悬塞外40余年的安西都护府最终被吐蕃攻陷。万里一孤城，尽是白发兵。当年为大唐驻守西域的少年英豪皆已满头白发，他们也将自己最后的忠魂永远留在了这片塞外之地。吐蕃攻破西域后，其版图也达到了极盛，甚至比当时唐朝的版图还要大。不过这种盛世并没有维持太长的时间，仅仅30来年后，这个帝国就瞬间土崩瓦解了。公元841年，吐蕃末代赞普朗达玛在位时期，西藏地区经常发生霜、
刨瘟疫等天灾。于是朗达玛声称是推行佛法触怒了天神，因此下令禁佛，史称朗达玛灭佛。而这个时期刚好发生在中原王朝唐武宗的灭佛时期，两个人就像约好的一样。朗达玛灭佛使得吐蕃的大量佛寺佛像被拆毁，佛经也被扔进水火之中，这样就激起了吐蕃地区佛教徒的大反抗。最终在公元846年，朗达玛被僧人刺杀，吐蕃自此陷入了无休止的内战之中，直至公元871年，吐蕃王朝覆灭了，比朱文篡唐整整早了30年。吐蕃灭亡后的西藏地区随即进入到群雄割据、互不隶属的大分裂时期，与汉地5代十国的混乱局面颇为相似。不过中原地区的大分裂只持续了几十年，便由宋朝重归一统，尽管不复当年大唐的版图，但也算延续了华夏命脉。而藏区的大分裂局面却整整持续了400余年，直到北方蒙古帝国的崛起才宣告结束。蒙古人在先后征服了维吾尔、西辽、西夏、金朝和大理国后，又将手伸向了西藏地区。不过这次蒙古人并没有采用武力征服，反而极力推崇藏传佛教，并与藏传佛教的萨迦派传人多次会盟后，在西藏建立了第一个政教合一的萨迦政权，并设立了大元宣政院辖地。这也是中原王朝第一次将整个西藏地区纳入版图。西藏自吐蕃王朝崩溃后，长达400余年的分裂局面也自此宣告结束。而这段时期，藏传佛教也得到了百花齐放式的发展，诞生了4大教派，即红教宁玛派、花教萨迦派、白教噶举派以及黄教格鲁派。刚才提到的元朝扶持的西藏第一个政教合一政权就是花教萨迦派政权。之后西藏地方政府又先后经历了帕姆珠巴、仁邦巴和藏巴汗政权的统治。而与此同时，在中原大地上，朱元璋在公元1368年建立了大明王朝，将蒙古人赶回漠北，西藏政权也改奉大明为正朔。明朝随即在西藏设立乌斯藏都指挥使司。而就在明代乌斯藏都司时期，西藏历史上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的一次宗教派别创立发生了。青海藏人宗喀巴及其弟子以噶当派教义为主，融合各宗各派的精华，创立了格鲁派。由于该派僧人多戴黄色的帽子，因此汉人常称其为黄教。格鲁派在4大教中创立最晚，但却是目前影响力最大的一派。原因是他的弟子中出现了2位活佛，那就是达赖和班禅。万历6年，即公元1578年，蒙古土默特部领袖俺答汗尊3世达赖，盛世一切瓦齐尔达赖、达赖喇嘛的称号，自此达赖的称号出现了，并逐渐成为藏传佛教领袖的尊号。而既然是活佛，那必须要有转世制度，因此3世达赖又向前追封了前2世达赖，自此尊号开始世袭。班禅也一样，公元1645年，也就是大清入关后的第1年，蒙古和硕特部的固始汗授予4世班禅班禅博克多的尊号，4世班禅活佛也向前追封了3代。自此西藏大地上互相为师的达赖与班禅登上了历史舞台。清军入关，大明灭亡，西藏地区也迅速与中原王朝脱离。在历经短暂分裂后，西藏被来自青海和硕特部的蒙古人建立了政权，这就是和硕特汗国，也开启了5世达赖与蒙古人联合统治西藏的时代。不过在5世达赖圆寂后，蒙古人与西藏上层贵族矛盾激化，第8桑杰嘉措擅立了仓央嘉措为6世达赖，而后又被和硕特蒙古拉藏汗废黜，重新立了一位6世达赖。而被废的仓央嘉措又在押往京师的途中无故圆寂，这样就引起了地处新疆同样信奉黄教的蒙古准噶尔部的不满。你们在西藏争权夺利也就算了，这达赖岂是你们想立就立想废就废的吗？于是出兵进攻西藏，一不留神就把和硕特汗国给灭了。准噶尔部夺取西藏，与之常年交战的清朝自然不会坐视不理，于是康熙帝封自己的14子胤禔为抚远大将军，联合青海和硕特部唯一亲王罗布赞丹津，一同击败了准噶尔部，自此清军入藏。雍正王朝电视剧在演绎这一段时，是乌斯道用计让皇4子胤禛举荐14子胤禔为大将军，
并保举年羹尧为陕甘总督。当然，这是细说了。准噶尔部被赶跑后，清朝并没有恢复和硕特汗国的统治，这样就引起身居青海罗布赞丹津的不满。因此，趁着康熙帝驾崩，皇室四子胤禔离开西宁回京奔丧之际，罗布赞丹津暗中勾结新疆的准噶尔部共同反清。此时，新一任抚远大将军年羹尧登场，年大将军迅速荡平了青海和硕特部的反叛，罗布赞丹津也只身逃往西域的准噶尔汗国。自此，青海、蒙古及西藏之后，也正式归入了大清版图。清朝开始派遣驻藏大臣管理西藏事务。不过，作为藏区宗教领袖的达赖和班禅两道活佛，其转世却是越发离谱起来。尽管没有了此前擅行废立而引发的争议，但后来通过灵媒巫师吹冲也实在有够离谱。这个吹冲有点像跳大神，一旦有活佛圆寂，灵媒巫师就跳出来吹。而很多蒙古王公或西藏大贵族就通过贿赂来把转世灵头吹到自己家，甚至出现了几代活佛出现在一家一族的现象。后来乾隆皇帝看不下去了，你们别瞎吹了，朕来给你们弄个金瓶，你们以后就抽签来决定吧。自此，金瓶撤签制度诞生，并一直沿用至今。中华民国蒙藏委员会于1936年颁布喇嘛转世办法，承袭清制。而新中国成立后，也颁布了藏传佛教活佛转世管理办法，也明确承袭了金瓶撤签制度。新中国第一个用金瓶撤签认定的活佛，就是第11世班禅额尔德尼确吉杰布。西藏有了这么两尊大活佛，还有西藏地方政府嘎夏的俗观系统，再加上中央直属的驻藏大臣，就逐渐形成了西藏地区三方互相制衡的状态。这种格局直到1912年中华民国的建立才被打破了。辛亥革命爆发后，清朝的驻藏大臣制度宣告终结。但无论是北洋政府改设的西藏办事长官一职，还是国民政府设立的蒙藏委员会驻拉萨办事处，实际上都已无力对西藏内部事务施加影响。噶夏成为西藏的最高行政机构，直属于13世达赖土登嘉措。简而言之，13世达赖即为西藏地区的土皇帝和精神领袖，而噶夏则是其行使权力的内阁。与此同时，青海则在军阀混战时期，先后经历了马林和马步芳叔侄的统治。1933年，13世达赖圆寂，西藏地方政府随即派出寻访团寻找其转世灵童。而在第13世达赖逝世后，遗体头部原先是朝南，而后却转向了东北方，这被视为是暗示转世灵童的出生方向。于是经过几年的寻访，最终在拉萨东北方向的青海安多地区找到了一位出生在1935年7月6日，名叫拉姆登珠的孩童，最后成为唯一一位13世达赖的转世灵童。既然只有一个，西藏地方政府呈请国民政府，拉姆登珠可免于金瓶撤签。最终，蒋介石呈请国民政府发布明令，准拉姆登珠继任第14世达赖喇嘛。这就是现在仍流亡在外的14世达赖丹增嘉措。1940年，国民政府派出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吴忠信抵达拉萨，坐在历任驻藏大臣的位置上，主持了14世达赖的坐床仪式。不过现如今，毒性大发的丹增嘉措却极力否认当时是吴忠信主持了坐床仪式。不过孰是孰非其实一目了然，因为坐在床上的丹增嘉措当时只有4岁，他可能连自己为什么要坐在床上，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围观都搞不清楚。时间来到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解放军在荡平了大陆的国民党势力后，于1951年进入西藏，并在各大主要城市驻军，正式恢复了对西藏行使主权。刚才也说了，自1912年清帝退位，驻藏大臣被赶出西藏以来，中华民国政府对西藏拥有的主权只是停留在口头上，从未进行过实际统治。西藏的噶夏政府事实上呈半独立状态，而且他们还宣称对所有藏区拥有主权，这就包括了青海和西康等地。这一切直到1951年解放军进藏才宣告结束。不过西藏的地方政府噶夏却一直保留到了1959年。噶夏被废除，取而代之的是西藏自治区，这直接原因自然就是发生在1959年的达赖叛逃事件了。建国后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于1954年召开，
19岁的14世达赖和16岁的10世班禅一同去北京参加。会上，达赖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班禅则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明显达赖的位阶更高。而且达赖还在会上表示，西藏人民拥有浓厚的宗教信仰，那些挑拨藏民和共产党的谣言已经全部破产了。西藏人民已经切身体会到了我们在宗教信仰上的是有自由的，觉悟还挺高。不过后来的表现却截然相反。1956年底，两位活佛还一同前往印度，参加了释迦牟尼涅槃2500周年的纪念活动。而就在那个时间，美国、英国和印度还撺掇两位公开反共，并在印度建立流亡政府。班禅不为所动，于1957年1月按时回国，而达赖则打起了小算盘。后来经过周恩来亲赴德里，才将其劝回。4月1日终于回到拉萨。与此同时，美国中情局在科罗拉多山谷军事基地秘密训练了名曰泗水六港的藏独武装分子，也开始空投入藏，秘密布局西藏暴乱。1958年后，中央政府在四川和青海等非噶夏管辖的藏区实行民主改革，简单来说就是废除农奴制。尽管民主改革并不在西藏实行，但达赖和噶夏高层依然感受到满满的威胁。我在西藏就是要做土皇帝，奴隶都不让我用，是几个意思啊？10世班禅反倒非常支持，甚至还把自己的春堆庄园拿来做试点，为解放农奴摸索经验。1959年，抵制民主改革的藏区持续爆发冲突，甚至波及到了拉萨。中央政府驻西藏代表张经武邀请刚得到学位的达赖一同欣赏歌舞，但早已心猿意马的丹增嘉措几次催脱，最终才勉强定了3月10日赴宴。而到了3月10日当天，激进的达赖拥护者们派有鸿门宴阻止达赖赴约，随即在拉萨发起暴动，这其中就包括了美国空投的泗水六港藏独武装分子。美国对这批藏独的资助直到1972年尼克松访华才宣告终止。拉萨持续发生武装暴乱，3月17日，解放军终于开炮进行镇压。当晚14世达赖丹增嘉措便离开了拉萨，带着几万部众开启了漫长的流亡生涯，最终落脚在了印度境内喜马拉雅山脉山腰处的达兰萨拉。随即中央政府宣布原西藏地方政府噶夏解散，西藏自治区开始行使职权，西藏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也宣告终结。而流亡在外的原噶夏政府人员则在达兰萨拉成立了所谓的伪西藏流亡政府，谋求西藏独立，并开始持续远程操纵西藏自治区内部的暴乱。这其中就以1989年和2008年最为严重。1989年3月，拉萨爆发大规模示威游行，并演变为暴动，藏族武警被当街打死。担任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仅3个月的胡锦涛果断处置了骚乱，并迅速恢复了社会秩序。胡锦涛也因为此事处置得当，得到了邓小平的赏识，继而50岁不到便在随后的14大晋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成为党的接班人。而2008年正值北京奥运会前夕，还是在3月，西藏再次爆发骚乱。为什么老是在3月呢？起因还不是因为1959年那次乌龙鸿门宴吗？达赖叛逃，因此到了3月，部分受到蛊惑的藏人并开始在拉萨游行示威。而当年的西藏书记胡锦涛此时已成为党和国家的领导人。3月14日发生的暴乱，一天之后15日便被扑灭，拉萨市内也都恢复了正常。而躲在印度达兰萨拉的14世达赖在接受采访时，仍然在宣扬西藏独立的理念，并称位于藏南的达旺地区是属于印度领土。不仅如此，他还认可了西藏与英国签署的西姆拉条约，并承认了麦克马洪线。这位老活佛在中印边界争端中一屁股坐在了印度一侧。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媒体为了遏制中国的发展，极力渲染14世达赖的神性，尽力弱化其人性，并赋予他宗教领袖、和平卫士、人权活动家、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等诸多头衔，甚至将其包装为不会犯错的神。无数政要乃至好莱坞巨星在这种宣传下都争相与其见面，将达赖当成神一样崇拜。不过就在2023年2月28日，14世达赖在印度达兰萨拉举办的公开活动中，与一名印度男孩互动时，
在拥抱亲吻该男孩后，竟然伸出舌头说吸我的舌头。此种猥亵儿童的举动立刻让世界哗然，而达赖集团及其拥护者竟然将其轻描淡写为玩乐式互动和藏族传统习俗。14世达赖披着宗教外衣的伪善者形象暴露无遗。自此，玳增加措由达赖跌回拉姆登珠，不仅神性人设崩塌，还暴露了其伪善的人性弱点。当年那些趋之若鹜的政客和明星们自此也销声匿迹起来。14世达赖此前还宣称自己将会是最后一任达赖，死后达赖活佛将不再转世。跌落神坛的拉姆登珠的此种妄言，不知是否还会有人相信。时间应该不会很久了，等到他驾鹤西去时，相信西藏大地上将会再次上演一回金瓶撤迁，我们只需拭目以待就好。好，以上就是介绍的西藏历史，希望大家能够喜欢。那本期视频就录到这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